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你以为现在全球科技竞争还停留在人工智能，那你已经晚了一步。真正的下一场战争在量子科技。就在各大国悄悄投入数百亿研发的时候，新加坡联手瑞典，这个同样崇尚科技、讲求务实的小国，共同签署量子科技研发合作备忘录。这并不是一纸外交文件，而是一场关乎新加坡未来科技命运、产业结构甚至国家安全的战略行动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在问，如果 AI 是今天的竞争核心，那谁掌握量子科技，谁就有机会主导未来10年的全球规则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量子不只是科研人员的课题，而是国家层面必须提前下注的技术制高点。这项合作不仅是两国历史的进程，更有可能是全球科技的一次里程碑。那么它到底会创造什么样的奇迹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AI 让机器会思考，而量子让计算速度进入新的维度。这项技术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传统超级电脑要计算几千年的结果。无论是国防密码学、金融建模还是药物研发，都将被彻底改写。对于资源有限的新加坡来说，一旦错过这个机会，未来科技规则的桌上可能连一把椅子都没有。正因如此，新加坡成立了国家量子署，制定全国量子战略目标，不是现在马上商业化，而是提前布局未来10年。与瑞典合作意味着新加坡将不再是技术的旁观者，而是跨国量子创新联盟的一员。更关键的是，量子科技不像 AI 这样容易通过商业公司快速迭代，它需要硬件科研基础与国际协作，而这正是 MO 的核心意义。共享实验室、开放研究团队，打造跨国量子生态，把量子梦想从实验室推向现实。为什么是瑞典？因为它和新加坡太像了。国家小资源有限，但用科技加制度站上世界舞台。区别在于，瑞典在量子硬件上走得更前，像超导量子处理器、冷原子技术等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研究团队，而新加坡则在量子通信、量子算法和产业转化上具备优势，两者结合恰好拼成完整拼图。更重要的是，瑞典具有中立加开放的科技文化，它不是美国、中国这样的科技强权，也不卷入大国博弈，这让合作更自由、更透明、更安全。新加坡选择瑞典，说白了就是在选择一个能够一起创新、技术共享、没有政治负担的伙伴。这场合作不仅仅是研究人员互访或实验室联动，更是一种科技价值观的联盟。我们不比谁更大，而是比谁更聪明。不是拼资源，而是拼效率与合作能力。很多人以为 MO 就是科研合作，其实不止。对新加坡来说，量子科技有3个现实作用。第一，国家安全。量子通信可以防止黑客破解，保护军事金融数据不被窃取。新加坡未来可能建立自己的量子安全网络，不再完全依赖美国或中国的技术。第二，经济产业。量子计算将进入金融建模、药物模拟、交通优化等现实产业场景，而新加坡正是亚洲金融与生物医药中心。如果布局成功，新加坡就可能成为亚洲量子测试中心与投资枢纽。第三，人才抢占。MO 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不是技术，而是人才流动机制，包括联合博士研究人员交流和产业实习通道。这意味着新加坡在量子人才战争中成功站位，而人才才是真正决定未来科技实力的根源。回头看新加坡的发展逻辑一直很清晰。2000年押注生物科技，成就生物医药产业。2010年布局 AI， 如今成为亚洲 AI 商业中心。2020年代开始布局量子，目的很简单，在下一场科技权力游戏中继续保有位置。这次与瑞典的合作让新加坡不必孤军奋战，也不必跟大国对抗，而是选择一条小国之间的科技联盟之路。
低调但精准。未来10年，当全球金融、国防、医疗都因量子发生改变时，新加坡不会是旁观者，而会是规则的参与者，甚至是制定者之一。那么你觉得量子科技未来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